男人挑战逃出10个夺命陷阱，只要闯过去就能赢到100万美金。每一关的难度都像和死神赛跑，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全村吃席。他能挑战成功吗？第一关是逃出铁笼，两边是带刺的墙壁，必须在他聚拢之前逃出去，否则就会被扎成肉饼。杰森一脸凝重，好像如临大敌。主持人淡定地推动开关，两边的尖刺开始合并。杰森被吊在半空中，没有任何工具，他要怎么逃啊？主持人提醒他还有把椅子，来不及多想，他把椅子砸了个粉碎，卸下椅子腿，别开2根钢筋，正好可以钻出来。尖刺越来越近，他抓着铁链赶紧往上爬，刚爬到洞口，尖刺就刺穿了铁笼，好险，差一点就变成了肉饼。杰森完成了第一关，赢到了10万美金。主持人问他是拿钱走人还是继续比赛，杰森也只是想了1秒，当然是搞钱了。第二关是逃出密室，主持人告诉他按下前方的按钮，走出大门就能拿到20万美金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杰森半信半疑，不敢前进。他邀请主持人一起去按，主持人可不敢冒险。算了，为了奖金死就死吧。前方的大门开启，激光布置的密密麻麻，如果碰到一根，大门就会立刻关闭。杰森小心翼翼地跨过一根，这些激光错综交叉，他必须比猫女还要柔软，只是越到前面难度越大，很难保证不碰到激光。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主持人有点懵了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第二关挑战成功，杰森拿到了20万美金。这次你是拿钱走人还是去赌30万？他想都没想，决定继续比赛。第三关是逃出洞穴，钱就在石头上，拿着钱跑出洞穴就是你的了。这么简单吗？杰森抬头看见了上面的巨石，这是要压死我呀！正所谓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看你运气了。杰森手抓着钱袋子准备开跑，巨石滚落得如此之快，紧紧跟在他的身后。还好他跑得够快，翻身逃出了洞口。杰森吓得两腿发软，只差几厘米的距离，差点变成了肉饼。主持人问他还要继续吗？杰森犹豫了，这是拿命在比赛呀，搞不好1分钱也带不走。主持人提醒他下一关成功可是40万了。杰森决定再来一个，希望他还会这么幸运。第4关是穿越天桥，连接的平台不断移动，他必须穿着大气球走过去，如果掉下天桥他就输了。挑战的时间只有5分钟，杰森赶紧迈出第一步，脚下忽高忽低，总有一种掉下去的感觉。还好他平衡感极强，没有被迷惑。接着跳上大圆台，主持人紧紧跟着他，让本就狭窄的空间更加拥挤，然后算好时间，赶紧跳到下一个平台上，走过了1/4，后面的路难度系数更大，时间只剩下2分钟了。杰森必须穿过这根独木桥，自己走过去都费劲，还要穿着这么大的大气球。他颤颤巍巍找准时机，直接滚过去。本以为下面的路程会更加困难，没想到杰森的运气很好，跑着跑着就跑到了终点。他再次挑战成功，赢到了40万美金。还是同样的提问，杰森突然玩性大发，决定参加下一关比赛。这一关是逃出泳池，他必须穿越水下的4个房间到达对岸，同时他的奖金也会向火堆靠近。3分钟的时间逃出来就能救下40万，而开锁的钥匙只有一根破衣架。杰森赶紧沉入水下去开房间，他的奖金也开始向火堆移动。破衣架非常难用，在水下又不能呼吸，还好杰森意志坚定，成功打开了第1把锁。他赶紧回到起点呼了一口气，然后返回去继续去开第2个房间。这把锁的锁孔很大，用衣架很快就能打开，只是想要呼吸还要回到起点，而且越往里面就越深。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，为了不让奖金变成灰烬，杰森只能咬牙坚持。第3个大门也被打开，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打开这把锁就能直接上岸呼吸了。钱袋子离火堆越来越近，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消耗，杰森的心态依然如初。他终于打开了第4扇门，来不及呼吸空气，赶紧拉下开关，终于暂停了钱袋子。他又挑战成功了，赢到了50万美金。那60万还想不想要？主持人又在诱惑他，杰森表示很难选，而主持人却说第6关动动手指就可以。这10万美金来得太过容易，赞助商的广告打得毫无违和感。他已经拿到了60万美金，如果继续比赛还会更多。你愿意用这60万去赌70万吗？好难的选择题啊！但是谁不想赢到更多呢？杰森决定再来最后一次，这一次他要闭着眼睛开始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头上还要套上一个大铁桶。主持人带着他来到升降机上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升到了60米的高空。杰森摘下头套，他双腿发软不敢动弹。啥时候上天了？主持人让他沿着独木桥走到对面去。杰森突然就后悔了，不知道70万还拿得走吗？如果现在退出可是1分没有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杰森深吸一大口气，开始向前走，2只手臂左右保持平衡，一定要向前看，看得越远走得越远。
过了中间点，剩下的路程有了感觉，他决定快刀斩乱麻。不可能的可能竟然完成了，他是幸运的，但更多的是实力。主持人问他是拿钱走人，还是继续争夺100万。杰森信心倍增，他决定继续比赛。第8关他要逃出4个密室，每个密室里都有一盒糖饼，抠出完整的图形放在仪器上，扫描通过就能进入下一个房间。如果少一个角角，就会掉入无尽的黑暗。好在这个游戏他以前玩过，并不陌生，但还是要小心的应对。圆形的糖饼难度不大，3分钟就抠了下来，赶紧拿到仪器上比对。大门打开，他们进入了下一个房间。这次的糖饼是个三角形，也没有难度。杰森很快来到了第3个房间，主持人拿来奖金以示鼓励，看着这些钱，心情可能会好一点。这次的糖饼是五角形，有些难度，但问题不大。手心的温度也能让它变软，很快就抠出了五角形。只剩下最后一个房间了，也是最难的一个图形。只要抠出这颗小伞，就能拿到80万美金。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，杰森也在全力以赴，但是天意不可违，伞把突然断了，一切的努力没有结果，他挑战失败了。杰森脑子一片空白，70万拿走不香吗？为什么要参加这一关？现在后悔为时已晚。脚下的木板突然打开，他掉入了无尽的黑暗里。主持人很是同情，扔下去10万美金，希望他不会太过伤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会拿钱走人还是继续比赛呢？10个人被困在5米的深坑里，只要能爬上去就能获得一件神秘的奖品，如果爬不上去只能待在里面听天由命。反应慢的还在观望，反应快的已经开始了行动。潮湿的墙壁根本没有着力点，而伊万靠着发达的四肢已经爬到了半山腰，双手配合着双脚很快够到了地面。他死死地扣住边缘处，靠着惊人的臂力竟然爬了上去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连主持人都被惊呆了。神秘的奖品就藏在这些箱子里，伊万选择了中间的箱子，打开一看，满满一箱的薯片，这下可以实现零食自由了。而剩下的9人还在坐以待毙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泥土里埋藏着一件工具，谁先找到就是谁的。反应过来的9人赶紧去扒拉泥土，来来回回只盯着中间的大土堆，而杰克却在角落里找到了工具包，里面是一些凿子和一把锤子。他把凿子分别固定在墙壁上，然后脚踩着就开始往上爬，很快他就够到了地面，接着扒住地面往上一跃，杰克终于爬了出去。他选择了4号箱子，里面是一部平板，这个礼物杰克很满意。其中的3位女生亚历山大，她们可能这辈子都出不去了。主持人让他们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可以得到男生们的帮助。冬梅很幸运，所有的男生为她筑起高墙，脚踩着小黄的肩膀就够到了地面，然后大长腿向上一蹬，她也爬了出去。冬梅选择了9号箱子，里面是烧水壶，还不错，回家有热水喝了。这时主持人放下来7根绳子，每人选择1根，谁的运气好就能拿到工具。他们拽下一根一根的绳子，丹尼扯到了带有工具的绳子，几根木棍还有几卷胶带。他很快想到可以做成梯子，于是用胶带缠在木棍上，把木棍一根一根的连起来，很快简易的梯子就做好了。在主持人的帮助下，他开始往上爬，胶带的质量还挺好，攀岩着很快就爬到了地面。丹尼也逃了出去，他选择了7号箱子，里面只有一块石头，虽然不怎么起眼，但肯定比大陆上捡的有意义。主持人把一根木棍立在上面，谁能用绳子套住就能获救。6个人开始往上面扔绳子，方法不对，怎么都扔不上去。黄毛这次掌握好了角度，正好挂在了木棍上，他扯住绳子开始往上爬，脚上穿的凉鞋一直在打滑，悬挂在半空中，很难再前进一步。很快他就体力不支掉了下来，但他并不想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于是休整片刻，继续往上爬。这次他一鼓作气直接爬了上去，黄毛终于逃了出来。他选择了6号箱子，里面是一箱汽水，他可以喝完整个夏天了。临走之前，黄毛鼓起勇气向喜欢的女孩表白，小美害羞的没有回答。不管有没有成功，但是勇气可嘉。接着主持人放下一张蹦床，让他们自己组装，完成之后让女生先逃出去。佩奇打算蹦出去，但是这样的高度有点不太现实，于是他们把蹦床贴在了墙壁上，等佩奇爬上去才发现还有很高的距离。他决定把机会让给小黄，小黄爬上去也表示无能为力，又把机会给了乔治。乔治爬上去试了下，好像也爬不上去。小黄在他脚下钉了一根棍子，乔治踩着棍子终于伸出了半个身子，然后使出全力终于爬了出来。他选择了8号箱子，里面有一部手机，这也太幸运了。激动的打开却傻了眼，手机变成了1毛的硬币，大概有好几块。瞬间的失落感让乔治觉得很委屈，而小美已经等不及了，她决定放弃比赛。原来她在58同城上找了一份工作，剩下的3人面前却多了一副棺材。主持人让他们躺进去，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自救。佩奇说她太累了，只想回家找妈妈，而小黄却认为他帮助了很多人，现在需要有人帮助他。而另一个男生也表示太累了，很想回家。小黄的理由感动了主持人，他获得了自救，安全地爬了出去。
小黄选择了1号箱子，里面是新款的游戏机，他想都没想直接砸坏了它。主持人一脸的问号，难道他不玩游戏只爱学习吗？剩下的2人没有机会爬出来，只能留在里面听天由命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逃出来呢？只要从5米的深坑里爬出来，就能赢到1000美金，每人只能选择一种辅助工具。小胖选择了一部手机，小明选择了一把勺子，老李的是2把斧子，大伟拿了一组画画的工具，小王的是一辆自行车，而猴子决定赤手空拳爬出去，谁用的时间最短就能拿到奖金。小胖毫无防备地掉入深坑，他准备用这台手机逃出去，开始在墙壁上挖土，只是小手机很圆滑，挖出的洞口特别小。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小胖依旧没有进展，用手机逃出来好像不大可能。小胖决定放弃比赛，轮到小明了，他要用手里的勺子逃出去，土壤一点也不硬，很松软，小勺子很轻易就能挖进去。小明打算在角落处挖出可以攀登的洞口，越往上面就要挖得深一些，才能固定住2只脚，掉落的泥土正好可以垫在脚下面，还可以增加高度。小明一边挖一边往上爬，眼看就要到达地面了，赶紧再挖一个洞口，往上一个台阶，小手已经够到上面了，身体向上使劲往外爬。小明终于爬了出来，用11小时20分钟。接下来轮到老李了，他的工具是2把斧子，把一个斧子固定在2米的位置，只要爬上去，加上1.8米的身高，差不多可以爬出去。老李把斧子钉得很结实，然后开始往上爬，踩着斧子差一点就能够到地面了，再把另一把斧子固定在腰间的位置，快速踩上去，然后往上爬。老李很快爬了上来，只用了4分钟，这成绩也太惊艳了。小明只能自叹不如。轮到大伟了，他的工具是几支画笔和一张画板，他打算把画笔固定在墙上，或许可以爬上去，只是画笔太小了，很难支撑他的体重。大伟把画板拆开，用木条固定在角落处，还是不能爬上去。大伟很绝望，他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了，只好放弃了比赛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份工作比较好。接下来小王闪亮登场，着地的幸亏不是脸，他把车座子拆下来，再把自行车贴到墙上，用泥土固定住车轮，开始往上爬。距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，他只能用车座继续挖出洞口。挖了3个洞口之后，快速往上爬，小手扒着地面一使劲就爬了出来。用时30分钟，只剩下最后一位猴子了，他要挑战徒手爬出5米的大深坑。其他人都认为天方夜谭，你们觉得他能逃出来吗？猴子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，直接往上爬没有着力点根本行不通。他测量了一下2面墙的距离，或许可以利用手和脚的支撑逃出去，尝试了2次都失败了。很快他就找到了技巧，挨着旁边的墙壁往上移动，手和脚配合得很默契，很快就爬到了上面，再慢慢移动到旁边。猴子竟然成功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他的时间是3分钟30秒。恭喜猴子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如果是你，会怎么逃出来呢？小伙挑战徒手爬出10米的深坑，谁先爬出去就能赢到奖金，爬不出来就要留下和老鼠作伴。盲目自信让几个年轻人掉以轻心，下山的姿势很帅气。进去之后才发现这个深坑不只有10米，而且周围的墙壁很光滑，几乎没有可以抓的地方，只有一根生锈的水管连接到上面。但是年久失修可以承受人的重量吗？聪明的人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工具，才发现这里连老鼠都不会来，根本找不到可用的工具。只有黄毛找到一卷废弃的电线，但他还没想好怎么用。这时小辉发现墙壁上有几颗钉子，黄毛踩着管道正好抓到了钉子，只是小的不能再小了，抓住又能怎么样？还是不能爬出去。乔治敏锐地发现墙角的管道可以站个人，只要搭起叠罗汉，或许可以够到上面。他撅着屁股站上去，管道很窄，半只脚也放不下。杰克爬上去试了下，脚尖踩着管道自己都站不稳，更别说叠罗汉了。黄毛不甘心，他拉着小黑一起站上去，相互搀扶应该可行吧？而小黑却要踩着他的膝盖往上爬，上面没有可以抓的地方。小黑尴尬地放下右脚，有点太心急了。黄毛调整了一下方向，背对着站在上面稳定很多。他好心让小黑往上爬，这次踩在杰克的肩膀上，借助黄毛的身体，他够到了上面的钉子，然后脚踩着肩膀就抓住了平台，向上一跃，他使出全力，竟然爬了上来。小黑第一个离开了深坑，他不用留在里面过夜了。杰克感到很震惊，他比猴子还灵活。黄毛想到用打结的电线勾住上面的水管，或许可以爬出去，只是不知道这水管结不结实。他把机会让给了好兄弟小辉，小辉拉了拉绳子，表示不敢冒险，而杰克愿意尝试。他拉着绳子试图爬上去，但是脚下没有着力点，同伴帮他托起2只脚，借着力气他够到了上面的水管，再移动到第2个水管上，距离墙壁近了很多。他试图去抓住平台，但是力气却供不上，只能挂在半空休息一会。还好水管足够结实，杰克再次行动起来，左脚配合着左手终于抓到了平台，然后2只手紧紧抓住平台往上爬。他也离开了深坑。杰克吓坏了，
如果水管掉落，后果不敢想象。黄毛这次要在乔治的帮助下从最矮的平台逃出去，紧张到手心冒汗，但他并不想留在这里过夜。乔治帮他拖住右脚，他蹬着两边的墙壁往上爬，小手慢慢摸到了上面的平台，两只手紧紧抓住，黄毛也爬了上去。只剩下2个人了，他们要怎么逃出去？小灰没有想到好办法，打算走杰克的小路。乔治帮他托起双脚，他费力地抓住上面的水管，希望他的运气不会差，水管不要松动。小灰不敢耽误时间，赶紧移动到旁边的平台上。很幸运，他成功了，吓死宝宝了，很担心水管会突然掉落。小灰也离开了深坑，只剩下乔治一人了。他看到生锈的管道直通上面，只要越过上面的尖刺就能逃出去。只是这黑乎乎的管道会结实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可不想一直待在这里。乔治沿着管道很快爬了上来，小心地越过这层尖刺。乔治终于摆脱了深坑，他也回到了地面。这样危险的动作一般人肯定做不到，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可不要模仿哦。这是高达30米的多米诺骨牌，当它倒下后会不会压扁一座房子？小手轻轻一碰，骨牌依次倒下，连锁反应很快传递到后面。惯性加上重量，大骨牌的威力不可估量。一座超市瞬间消失，几乎全被压在了下面。为了弥补超市老板，老王决定送他一辆兰博基尼，前提是要有本事开走它。3辆坦克车已经准备就绪，他有24小时的时间建造防护，时间一到就会向兰博开炮。废铁和跑车老板要如何选择呢？ I'm gonna spend whatever it takes to defend this Lambo. 时间紧迫，他决定先用混凝土石块筑起一面城墙，或许可以挡住1枚炮弹，再准备3个超大游泳池，在里面注满水，当炮弹落下时就会起到缓冲作用。前面有10辆汽车相互叠加，高度加上厚度，这下没问题了吧？主持人提醒他是3辆坦克，而且会一起开炮，这点防护还不够塞牙缝。超市老板有点懵了，主持人告诉他还有机会，时间还剩下8个小时。他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固，汽车变成了20辆，大泳池也变成了5个，混凝土墙壁加宽到10米。只是豆腐渣渣工程，你确定有用？超市老板信心满满，保护兰博的挑战正式开始。开炮声、破坏声连续不断，混乱的烟雾已经看不见兰博，不知道他是生是死。超市老板只能默默祈祷，直到最后1枚炮弹用完，他火速冲向跑车。兰博一动不动待在原地，身上没有一丝伤痕。这样的布局竟然有用，卖了这辆跑车足可以在58同城买套房子了。2米的身高蜷缩在跑车里，就算低着头也要开走它。既然毁不掉，那就再来一辆。这是比牛还要大的粉碎机，不知道能不能碾碎帅气的兰博。震撼的情景重现，跑车一步步靠近粉碎机，迷人的身影一去不复返。车头瞬间被碾成了碎片，一身的反骨还想要挣扎一下，却被头顶的铁爪死死压住。红色的跑车变成了5颜6色的垃圾。老王丝毫没有心疼半分，他主打的就是一个开心。这一次他要用保险箱保护1颗鸡蛋，3个不同价位的保险箱，哪个才能一鸣惊人？首先测试的是$1000美金的保险箱，把3枚炸雷绑在周围，然后把白胖的鸡蛋放进箱子里。几人迅速躲进了安全小屋，接着按下遥控器，保险箱已经不见了踪影，估计鸡蛋也随他而去。那1万美金的保险箱如何呢？强度翻倍，炸雷也要多加10倍，鸡蛋不变，还是同一只鸡的蛋。场景再次重现，这个保险箱也被送去了西北，也没能保护好鸡蛋。轮到10万美金的保险箱了，这么厚的钢板和重量，它能保护好1颗鸡蛋吗？炸雷再次增加到100倍，充满期待的实验再次打响。100倍的炸雷响彻整片空地，但是依然找不到鸡蛋的影子。耗材耗力的奇葩实验，这保险箱到底是防人的还是防爆的？用纸板做的小船可以过河吗？谁能驾驶小船到达对岸就能赢到奖金。小明准备做一艘可爱的小鸭船，乔治要做一艘大轮船，而阿伟决定制作一艘帅气的游艇。时间很充足，他们可以发挥想象随意制作。小明画出小鸭的形状当做船头，再裁剪出船身，用纸板围上一圈，大概的造型就出炉了。他还要在船底留一个洞口，饿的时候就可以钓条鱼来吃。落不落水的不重要，但是不能饿肚子。小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板，最后再做一个船帆，小船就可以迎风漂流了。历经了1个小时，他的小船终于完工了。乔治那边已经做出了船身，他还做了一个船锚，计划着随时靠岸。船头再加上一面小红旗，代表着胜利和信号。还要在船上建一间房子，不怕下雨天还能在里面休息。乔治用了2个小时，终于做好了大轮船。再看阿伟那边，游艇的制作比想象中麻烦，还好他提前准备了图纸，把做好的部分零件粘在一起，游艇基本已经成型。辛苦了5个多小时，
他的游艇终于做好了，不但有螺旋桨，还有方向盘，特别像小1号的泰坦尼克号。你们觉得谁能挑战成功呢？小明非常自信，他要第一个尝试，小心地把小船放进水里，漂浮的是很好，但是里面已经进水了。小明坐进去之后竟然没有翻车，还可以在水面上移动，薄薄的一层纸板很快就被浸透。他也不再伪装了，旱鸭子不会游泳，只好带着他的废品一起放弃了挑战。轮到乔治了，他把轮船拖下水，这么大的小船不但可以漂浮，还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。乔治拿着船桨向前滑动，朝着中间行驶。他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，但是船底好像有些进水了，他只好躲进了房子里。船身出现了倾斜，进水的地方更多了，还没等离开纸船，他就掉了下去，轮船瞬间分崩离析。乔治也挑战失败了，好遗憾，差一点就能到达对岸了。阿伟的游艇已经准备就绪，他跳上去试了下，感觉很结实，自信地邀请两人一起上来。3个人的重量完全没问题，但是越往前走，小明越害怕，他主动跳下水离开了游艇。阿伟嘲笑他胆子太小，很快结实的游艇出现了裂痕。为了减少压力，乔治果断推阿伟下水，自己留在游艇上。阿伟一脸懵逼，这到底是谁的船？于是奋力朝船上爬去。2个人的重量，游艇根本承受不住，想要到达对岸是不可能了。阿伟也放弃了挑战，不知道是他们太笨还是纸板太笨，3个人都挑战失败了。看来用纸板做小船并不现实。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人在水面上行走？只要能穿过泳池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乔治用泡沫做了一双大鞋子，小白把塑料盆平铺在水面上，而阿伟认为充气床垫才是王者。谁的新发明能挑战成功呢？阿伟认为泡沫的漂浮性很好，他用泡沫搭了一座桥梁，只要跑得足够快就能跑过去。他能成功吗？落水的姿势很爽快，丝毫没有犹豫。阿伟不甘心的又试了一次，泡沫板被他踩得稀碎，这跟想象中怎么不一样？他的成绩只跑出了2米。乔治准备了一个超大波波球，他打算让球体滚动起来，或许会跑起来，想法很不错。波波球没有滚动起来，他倒是被摔得稀里扑腾。我肯定是没有准备好。乔治决定再来一次，踩在上面软哈哈的，明显是充气充少了，根本跑不起来。他的成绩只有 1.4 米，乔治很失望。小白的工具是10个塑料盆，平铺在水面上，好像林间的小路，就是不知道结不结实。盆子飘到了一边，小白尴尬地落下了水。没有关系，还有机会。这次他明明踩到了盆子，为什么摔得脚趾头疼？原来他把盆子踩破了，卡到了脚趾头。小白的成绩是 2.5 米，虽然没有跑多远，但是已经超过了其他人。这一轮距离目标相差太远。阿伟拿出了充气床垫铺在水面上，希望能跑过去。这水喝的有点猝不及防，充气床垫完全不起作用。难道是我跑太快了？阿伟慢一点试一下，还是行不通。这次的成绩是 2.4 米，也只能跑这么远了。乔治用泡沫板做了一双大鞋子，在陆地上很平稳，不知道下水里怎么样。头重脚轻，他一头栽进了水里，肯定是入水的姿势不对。这一次他要先站起来再滑行，只是想站起来也太难了。泡沫板的浮力不允许他直立，他这次的成绩只有 0.7 米。乔治失去了信心，只好认命了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一份好工作。小白把塑料纸铺在水面上，他看到魔术师就是这样水上漂的，或许他也可以飘起来。小白飞出去 2.2 米，速度太快，完全看不出是跑的还是飞的。但是有一点特别肯定，塑料纸完全不起作用，几乎全被踩进了水里。看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，他们挑战失败了。难道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水上行走吗？100个纸箱里藏着3个人，找到人数最多的就能赢得1万美刀。寻找的工具通过转盘获得，每一种工具只能使用1次，每人有7次转动转盘的机会。小特选择第一个寻找，其他3人找箱子躲藏。白毛选择了角落处的小箱子。小特很兴奋，听说女巫很擅长忽悠，这下找到他们还不是轻而易举。小特激动地转动转盘，第5个这样自己也相对安全。等老王藏好以后，白毛就跑了过来，他转动转盘，第1个工具竟然，小特也太倒霉了。白毛得到了3分，接下来的2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没有找到一个人，所以白毛的成绩是3，而白毛和小特却相中了同一个箱子，所以他们2个决定藏在同一个箱子里。等他们藏好以后，
大伟就开始了寻找，但是大伟的4只眼睛好像不太好使，转动了4次转盘，还是没有找到一个人。白毛和小特在后面来回换着位置，还是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在第5次的时候，他终于找到了老王，成功加上了1分，所以他需要穿上大白的衣服寻找。大白的运气果然不错，里面虽然没有人，但是有一张纸条箱子。打开箱子里面真的是白毛，所以大伟也得到了3分，只剩下老王寻找了。只要超过3分，奖金就是他的。等他走后，3人也选好了藏身的箱子。老王开始转动转盘，第一个工具竟然是里面的小特，差一点就被吓死。老王拿到1分，他继续转动转盘。第二个工具是电钻，他刚接上电源。老王在箱子上听了一下，里面有沙沙的声音。打开箱子一看，找到了里面的大伟。老王又加上1分，只用了3次工具就拿到了3分。这老王也太猴精了，接下来的3次机会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没有找到一个人，只剩最后一次了。他转动转盘，这次的工具是个抱枕。老王很谨慎，转了一圈就停在了又高又瘦的箱子旁。小伙用马桶做了一艘帅气的小船，只要能穿过翻滚的河流到达对岸，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造船的方式自由选择，谁的小船充满创意又能漂流呢？第一位小伙脑洞大开，从家里坐着马桶就开始了比赛。入水的姿势很平稳，当经过第一个坡道时，浪花开始翻腾，只坚持了几秒，马桶就侧翻了。小伙含泪和马桶分道扬镳。第二位出场的是丐帮小王子，随处可见的垃圾桶也能变成小船，他承载着丐帮的希望和满满的垃圾冲下坡道，还是没能扛住浪花的攻击。紧接着一只大鹅闪亮登场，飘逸的羽毛轻松度过了第一个坡道。它天性喜水，再加上2位船员的默契配合，大鹅穿过一道道弯路，终于到达了终点，也拿到了第1份奖金。2只漂流的小蚂蚁也来参加比赛，它们坐在泡沫条上漂浮得很好。当迎来浪花的撞击时，船身太轻，直接翻了个底朝天。蚂蚁兄弟也挑战失败了，大黄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刚一接触到水面就抛弃了主人，自己先溜了。塑料做的狗子一点也不忠诚。卡通小汽车接着下水，4个轱辘飘走了2个，好在船身很宽很平稳，他们顺利穿过了2个坡道。但经过第3个坡道时，驾驶员人仰马翻，小车瞬间失去了平衡，只能以失败告终。大能兄弟坐着洗澡盆接踵而来，2个大人却用这么小的洗澡盆，重力太集中，结果只能一起落下水。马里奥兄弟和他们一模一样，下水的速度有多快，翻船的姿势就有多帅。这一次出场的是4驱的小跑车，看得出底盘很稳，驾驶员经验老道，经过坡道时依然稳如老狗，一边下坡一边控制方向。他们在河流的中间行驶，只要保持平衡就能很快到达终点。4驱的跑车也挑战成功了，他们拿到了今天的第2份奖金。香蕉兄弟开着飞机小船扑通进入了水中，独轮飞机竟然很平稳，但是还没有坚持3秒，他们也被强行分开，各自回家。紧接着一辆拖拉机也来参加比赛，奈何车头的大哥太重，比赛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老王的海盗船也来凑热闹，他们是经验丰富的水手，面对这样的小风小浪丝毫不慌，路过坡道也能化险为夷。只是模拟的海盗船太浅，船身注满了水，尽管这样也能顺利到达终点，拿到了第3份奖金。下一位是个女生，她的小船是一只大青虫，摇摇晃晃，女生很害怕，好在下面的2只触角很长，路过坡道也能保持平衡。女生激动的大喊，还是高兴太早了，在下一个坡道就翻了船。这一次出场的是一对父子，他们的小船很浅，控制不住的上半身直往水里倒，踉踉跄跄经过坡道，小船承受不住2人的压力翻了身，他们赶紧把船翻过来，准备继续比赛。只是浪花无情，水流很急，父子2个再次落入了水中。后面出场的也是一对父子，他们小船的灵感来自于飞船，2人身穿一身宇航服，路过坡道也能平稳度过。船身的设计很合理，底盘很稳，船舱很小。老父亲带着儿子一路向前，就是方向控制不好，在浪花的推动下，终于度过了所有的坡道。他们也挑战成功了，拿到了令人羡慕的奖金。看来参加这样的比赛，不仅小船要有创意，最重要的是漂浮和平衡感，还要有一路向前的勇气。如果是你，会用什么造小船呢？用什么工具可以连续扎破10个大气球？老二认为一把鱼枪就能一撸到底，而乔治更相信穿云箭才能完美收割。谁能扎破全部的气球，就能赢到奖金。第1轮开始，老二准备了一根棒球棍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，然后用力扔出，结果很意外，只扎破了1个大气球。老大的工具是不锈钢水槽，旋转起飞，他使出了全力，扎破了2个大气球，还浪费了1个洗碗的好工具。乔治找到1颗保龄球，圆滚滚的体型能扎破气球吗？重量压制也只砸破了2个大气球。这一次老大要让锋利的铁片飞起来，模拟飞镖的原理或许可行。
划破了6个大气球，总算看到了一点成绩。老二拿出一只小黄鸭，用它当工具，你是想以毒攻毒吗？不管别人怎么想，还是决意要试一次。扎破了1个大气球，小黄鸭也没有让人太失望。而乔治更奇葩，他要用新买的手表扎气球，为了避免心疼不舍的，他蒙上了双眼，甩出的力气很大，但却偏离了方向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乔治这下惹大了，比赛继续。老二用旧手机扳回一局，扎破了4个大气球。乔治这次的工具是带尖萝卜球，扎破了5个大气球，还不错，比预想的还要多。老大自制了一个超大弹弓，看着好像很厉害，不知道能扎破多少个。只扎破了3个大气球，老大很失望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份工作比较好。乔治要用带刺的仙人球一试，能不能全部扎破呢？扎破了5个大气球，理想和现实总有些偏差，铁疙瘩扳手能不能创造奇迹呢？显然是他想多了，还是不能消灭大气球。老大最拿手的就是高尔夫球，他的射程又狠又远，不知道能不能征服大气球呢？还是5个大气球，距离目标如此遥远，他们尝试了很多种工具，依然不能扎破全部的气球。老二拿出了收藏的鱼枪，成败与否在此一举。扎破了6个大气球，还是没有挑战成功，接下来只好请出穿云箭了。熟悉的场景重现，乔治再次拿起了弓箭。好可惜，剑走偏锋偏离了轨道，还是没有扎破全部的气球。难道就没有工具可以扎破10个大气球吗？男人挑战拍熟一只大公鸡，要拍多少次才能吃到熟鸡肉呢？整个制作过程有点匪夷所思。生鸡肉真的可以拍熟吗？如果用手去拍，可能累死也吃不到。乔治发明了一根听话的机械手臂，为了防止汤汁四溅，烹饪的小屋一定要固定好。机器开始运转，实验也正式开始。模拟的手掌只用了1分钟就散架了，这也太不结实了。他更换了一块木头继续拍打，机器转动得很快，鸡肉好像没什么变化，温度表却显示达到了75度，摩擦的热量还在增加，或许真的可以拍熟这只鸡。乔治好奇又激动，而机械手臂又发生了故障，木头竟然拍掉了，看来他实在是拍不动了。没有关系，不要钱的木头多的是。为了保存热量，他用泡沫板围住箱子一圈，挑战再次开始。机器越转越快，温度持续升高，但是鸡肉好像被拍成了肉泥。乔治一点也不在乎，只要激不起来就一直拍，旋转的齿轮却受不了热力崩溃了，修一下还能用。这一次他用塑料袋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热量散不出去，鸡肉能不能变熟呢？乔治把速度提高了1倍，希望机器不会出现故障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温度很快达到了118度，电脑上显示已经拍了8万下。说起电脑，转转上的二手笔记本特别划算，像我这台21款的小型 AR15才花了2300，比新的便宜了1000多，轻薄便携，用起来跟新的没啥区别。而且转转是专业二手平台，上面的平板也很划算，真心推荐买大牌的二手就上转转。机器继续拍打，温度还在升高。10分钟后，机械手臂有些菜了，拍了那么久，鸡肉熟了吗？乔治拿出来一看，颜色变成了金黄，他赶紧切开一小块，里面是生的，根本不能吃。难道是受热不均匀？乔治把鸡肉放进密封袋里，封得结结实实，再把机械手臂升级一下。这次他很有信心，拍打鸡肉继续开始，温度一点一点的升高，速度快的出现了幻觉。密封袋经过10万次的拍打出现了破损，换个袋子继续挑战。刚打开开关，机器又冒烟了，修换修换，执着的乔治像一头公牛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这只鸡太大，不容易拍熟。那一片牛排呢？吃一片半熟的牛排应该没问题吧？乔治把鸡肉换成了牛排，在机器的强力拍打下，温度很快升到了60度，5分熟应该有了吧？乔治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，看颜色好像熟了，闻一下还有点肉味，切开一看，里面是红颜色的肉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难以形容，从来没吃过的味道。他放弃了拍熟牛肉的念头，还是继续拍熟鸡肉吧。这次他升级了新的工具，手掌更多，速度更快，鸡肉被拍得乱七八糟，溅了乔治一脸的肉泥。眼看着鸡肉越变越小，他已经不敢确定能不能拍熟了。或许它会变成小分子消失，这样的挑战太过奇葩，难道铁锅炖不香吗？男人挑战住在1平方米的最小公寓里，只要坚持100个小时就能赢到5万美金。狭窄的空间还没有狗窝大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乔治看着眼前的小别墅，岂能用小来形容？但是他并不担心，我有手机怕什么？进去之后才发现，比想象中还要小，别说转身了，蹲下去想起来都很难。还好这面墙壁是透明的，看起来没有那么闷。
下面是客厅、餐厅加厨房，上面是卧室休息区。只是这么大的小床也太突兀了，竟然还有厕所。虽然只有35厘米宽，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。乔治开始布置房间，把带来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，空间变得更小了。不管了，先玩会游戏。很快过去了1个小时，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背部几乎麻木，但是空间限制也没有别的方法。2个小时后，他实在坐不住了，抓着上方的屋顶做运动，舒展一下老腰，稍微移动肚子还饿了。他问节目组啥时候开饭，而小助手却拿来了半熟的食物，想吃就自己做吧，在这里面做饭，你是疯了吧？求人不如求己，半熟的食物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，如果能来瓶可乐就更好了。说到可乐，这个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的可口可乐，美味可口，回味无穷。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或点评论区就能一键入同款。抖音双11打直球，秒杀频道更超值，多逛逛就能省下一大笔。乔治吃得很饱，不想动弹，看一部电影打发时间。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，他准备洗漱一下上床睡觉，刷刷牙，洗洗脸。好不容易爬上床才发现忘记洗澡了，只能再次挤进洗手间。为什么厕所里没有纸？算了，一次应该没关系。新奇充实的一天即将结束，半个身体躺在床上，不能伸直也不能翻身，一不小心还会掉下去。乔治把头塞进置物架下面，勉强可以眯一会，但是一晚上的僵持，他的腿好像不能走路了。这样的床铺怎么睡才会舒服呢？第二天早上，节目组拿来很多玩具，只是这么小的房间应该怎么玩？无聊的乔治还是每个都玩了一遍。节目组好像看猴一样看着他，傻呵呵的也不知道在乐什么。今天的饭菜很丰富，吃完之后继续睡觉，睡着了时间就会过得很快。乔治睡得迷迷糊糊，浑身酸疼，腰不是腰，腿不是腿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，他只能用玩游戏麻痹自己。这一晚上是睡了又好像没睡，乔治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困住的小鸟，压抑至极。他很想逃离又不甘心，只能独自面对安静难过的夜晚。第3天早上，他的精神明显不好，疲惫加上快要断掉的双腿，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节目组找来保姆为他打扫房间，这么小的空间2个人怎么装得下？乔治尴尬的不知所措。小助手提议不如让保姆住下吧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乱讲。女朋友分分钟到达现场，他鼓励乔治再坚持一下。有了女友的支持，乔治又恢复了信心。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，只是到了晚上，又开始了漫长的煎熬。连续3天不睡觉，他感觉快要抑郁了。时间过去了1大半，现在退出太不值得了，还有1天的时间再坚持。第4天，乔治变得很懒惰，吃饭也越来越少，一直摆弄手机打发时间。好朋友前来探望，这样的房子一般人应该不能住吧？他的嘲讽乔治不以为然，反正你又拿不到奖金。朋友表示再多钱他也待不住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，节目组买了一个超大披萨奖励他，几乎填满了整个房间。乔治怎么可能吃得完？还是分享给他们一起吃吧。又到了难熬的夜晚，既然睡不着，那就不睡了。乔治整夜站着看电影，还是腿疼。4天没有睡觉，他变得精神恍惚，很想念家里的大床。节目组告诉他还有4个小时就成功了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他心里高兴，却又表现不出来，整个人提不起一点力气。剩下的时间他一动不动，好像抑郁了。时间开始倒计时。乔治终于走出了小房子，他挑战成功了。这个挑战太难了，好几次都有过放弃的念头，没有过硬的意志力根本做不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，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牢房是由6层不同的材料制成，结实程度可想而知。逃脱的工具只能通过转盘获取。白毛撕下墙上的泡沫，大壮却嫌弃他像个孩子，直接扯掉就不完事了吗？里面是一层硬石板，白毛打算用自己的大长腿一脚踹开，腿虽然很长却没有力气，可能是方法不对。大壮横抱着白毛让他使劲躲，石板裂开了一条缝，还真的有效果。再补一脚，石板配合的掉下来一块。第2层好像是泡沫，白毛转动转盘得到了一根球棍，他别开这块石板，里面的泡沫还挺结实。大壮也拿到了新工具，是一个流星锤，砸在石板上就是一个窟窿。大壮着急的拆掉了所有的石板，白毛接着转动转盘，只是这个工具太特殊，我也不知道它叫啥。白毛在泡沫墙上刮来刮去，大壮嘲笑他像个女人，没有阳刚之气。白毛被激怒了，重重的砸在泡沫墙上，不一会就砸出了一个洞口。大壮也拿到了新工具，是一个铲刀，他在泡沫墙上铲了几下，就铲下来一大块。第3层是几十根铁链，白毛继续转动转盘，这次拿到了一瓶冷冻液，他认为喷在铁链上或许很轻易就会折断，想法很不错，现实却很打脸。铁链纹丝不动，一点也不给他面子。而大壮竟然转到了一盒小强，一不小心倒在了白毛的身上，白毛吓得嗷嗷直叫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份工作比较好。
大壮安慰他不要紧张，这些只是丰富的蛋白质。白毛继续比赛，这次转到了一个飞钩，他挂在铁链上，试图拉断它，只是这些铁链很结实，使出全力也没能拉断一根。大壮不甘心，他抢过飞钩继续砸墙，铁链一下断了好几根，看来还是胖子有劲，很快就砸开了一半的铁链。第4层是混凝土墙壁，白毛再次转动转盘，拿到了一个扳手，砸在混凝土墙壁上，掉下来一些渣渣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。大壮的新工具是切割机，他开始在混凝土墙壁上切割，好像没有什么进展，只留下了一些抓痕。白毛这次的工具是双节棍，但是他一点也不会使用，只好归还了工具。大壮转到了电钻，他在混凝土墙壁上火力全开，所到之处都会掉下来一大块，很快就看到了第5层的墙壁，里面是一张铁网，而白毛这次的工具是一个熨斗，只用了一下就坏了，这运气也没谁了。大壮又转到了切割机，正好适合铁网，他自信地切开这张坚硬的铁网。第6层是木板做的，而且还是实心的，特别结实。大壮又转到了一把斧子，他兴奋地去砍最后一层，很快就穿透了墙壁。再看白毛，终于转到了一个正常的工具，大个的切割机。白毛拿着它很轻易就穿透了木板，大壮用脚一踹就打开了木板。白毛在一旁很开心，他认为自己很瘦，可以很轻松穿过去，而大壮就不一定了，然后准备好就钻了出去。大壮紧随其后也钻了出来，两个人几乎同一时间出来的，只是这奖金应该给谁呢？500斤的胖子能不能打开10层的防弹玻璃？只要全部打开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胖子高大又威猛，而防弹玻璃不是一般的结实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第1层是糖果做的玻璃，大胖直接扔出保龄球，很轻易就砸开了第1层，这也太简单了，连小明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而第2层他就不这么想了，难度明显升级，保龄球扔出去直接弹了回来，大胖沉重的身体撞在上面，两边的塔槽出现了缝隙，再使劲一推，整块玻璃就被拆掉了。大胖不光有力气，竟然还有脑子。接着去开第3层，小明让他穿上连体衣就会提供一把斧子，大胖欣然接受，拿到斧子以后就开始砸玻璃，只砸了一下玻璃就碎了。小明不敢相信，肯定是节目组搞错了吧。他抢过斧子试了下，亚克力材质的玻璃确实很容易打开，不得不说大胖很幸运。他继续去开第4层，小明提议比赛掰手腕，只要赢了他，这一层他去开，你这不是明摆着想干活吗？那就成全你。小明用上2只手都没有赢，他输得心服口服，抱起桌子砸向玻璃，一下就被砸开了。这一层大胖没有动手就过关了。第5层是坚硬的钢化玻璃，小明继续发起挑战，只要在拔河比赛中赢了他们，就能得到2件工具。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都没有大胖重，所以这种比赛简直自取其辱。但是中间的红绳好像偏离了轨道，大胖着急了，他一脚蹬在木头上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瘦子2人阻力马打回了原形，被拉得来回扑腾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这么大的力气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份工作。大胖拿到了新工具，轻轻敲了一下玻璃，立马就碎了一地。什么鬼？这也太玻璃心了！仔细一看，里面还有1层，这才是真正的主角。大胖换了一把锤子继续砸，这一层特别结实。小明希望能拖住大胖，不想让他挑战成功。尴尬的小明只想找个地方。第6层是安全玻璃，而且还是3层。大胖拿起叉子就扎了下去，出现了很多裂纹，但是玻璃却没有碎下来，直到把玻璃扎透，也丝毫没有掉下来一块。他只能用叉子别开外面的1层，接着用镐头打开第2层，打开第3层就容易多了。这种玻璃竟然不会碎开，只能慢慢拆掉。闯过这一关，大胖终于来到了最后1层。这一层是防弹玻璃制成，只要打开它就能拿到奖金。大胖的工具也换成了大锤子，砸在玻璃上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，只是这间房子一直在摇晃。小明担心他会把房子拆了，于是助他一臂之力，在烧过的地方继续砸，玻璃依然纹丝不动，只是那面墙壁颤颤巍巍的，眼看就要散架。大胖也没有心软，他继续使劲砸，不知道是房子先倒还是玻璃先开，他累得满头大汗。小明帮他脱掉了连体衣，就好像乌龟丢掉了王八壳。大胖又恢复了自信，玻璃没有打开，房子却被他拆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大胖是赢了还是没赢？